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视频号，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导师会来到直播间，为您的情感来答疑解惑，还有机会连麦互动。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有请。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小张22岁，来自黑龙江，游戏主播；小齐27岁，来自黑龙江，护士。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感情中最大的问题，他就是个疯婆子，总是寻死觅活的。他总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总是沾花惹草。我就像笼中鸟一样，天天被他监管着，一点自由都没有。我觉得他就像变了个人一样，越来越敷衍。你希望对方做出的改变？赶紧分手吧，好聚好散行不行？我希望他别动不动就跟我提分手，能给足我安全感，还像以前一样对我好，多在我身上花点时间和心思。哎呀，这一个说是自己是笼中鸟哈，对啊，你认为他是疯婆子？是。哎呦，这词儿都挺重的用的哈。谁要来的呀？你要分手？对，我今天就是想来分手的。他太极端了，动不动就发脾气，总是打个巴掌给人甜枣了，时不时还发疯，我受不了了。我疯也是让他逼的。我俩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刚在一起的时候吧，他是无微不至的关心，然后句句有回应，回消息也特别快。在一起时间长了，也不知道他是咋的了，特别敷衍，而且总在外面沾花惹草，让我发现好几次了。哎，咱一点点讲哈，你们俩在一起多长时间了？现在是1年多。啥时候他就叫什么来着？人在曹营心在汉啊，是什么时候就这样了呢？在一起大概半年多左右，他就开始这样了。你最先发现他心不在你这儿了，发现了什么？我第一次发现他沾花惹草是在他上班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女的吧，天天给他嘘寒问暖，给他带饭。一开始我都不知道这事儿，后来有一天他睡着了，半夜12点给他来个消息，那女的说别总吃外卖了，对身体不好。他谁呀？不是，人张姐都40多岁了，孩子都跟我差不多大，我能跟她有什么关系啊？人家就是孩子上学给他带份饭，是不是给我带一份？怎么了？他咋不给别人带呢？就给你带呀？我俩能有什么关系啊？而且他倒可好，他来我们公司进来就闹，我们中午在那吃饭呢，他搂着我脖子就亲一口，我周围都看着呢，我都替他尴尬。我就是故意的，我就是想当那个你的面宣誓主权。不是，那你跟张姐吵吵什么呢？我跟他吵怎么了？我就是想跟他吵吵，我就是想跟他吵吵。你看他我就想骂他一直是这样，我没打他就给他脸了。他当时在公司上一直在吵，然后给我们领导都吵过来了，搞得公司人尽皆知的。后来中午我们领导让我回家了，然后下午就给我开除了。你工作没了是因为这事儿吗？你工作没了是因为你俩在办公室搞暧昧，人家早就想开除你了。没搞暧昧啊，他就是给孩子带饭，顺便给我带一份。他是我们组组长嘛。不是你们公司就你一个年轻小孩吗？不是啊，有很多呀，但是那咋只给你带饭呀？他是我们组组长，平时挺照顾我的。哎呀，行吧，这反正他说没事儿啊，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的。然后吧，我就是没有工作了，他说的可好听了，他说要不你来我这儿住吧，然后没事给我做饭吃，然后房租也不用你交，说的可好听了。实则呀，就是为了监视我。我在他那儿就是有一段时间接了一些游戏直播啥的，没事接接单子，打陪玩。就是有一天我在那接单子呢，打得正激烈呢，他可倒好，进来二话不说就给我手机摔了。我在厨房给他做饭，我就听见屋里头有那个女生说话声音，还不是正常女生，是一听就是绿茶，说那个小哥哥你好厉害呀。我对象这边就宝贝我保护你。女孩就是我接的陪玩嘛，我肯定得为了这一单，我肯定得想法挣钱嘛。不认识是吧？不认识，但他听了就吃醋了呗。我的手机他凭什么说摔就摔呀？他怎么这么自我呀？我摔完我没给你买呀，不是也补偿你了吗？挺有钱呀。还可以。自己上班赚钱呀，还是跟对上班赚钱。行。然后他就给我困在家里了吧？困在家里不说，上班的时候给门锁上，钥匙都不给我一把。下班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我聊天记录、手机。不是，屏幕使用时间。这我得问清楚，什么叫困在家里了？就是他怕我出去玩，把你锁在家里吗？
他把钥匙拿走了。就笼中鸟就从这儿来的是吧？对，你是能出去，但是出去就回不来了。是，他就这么一直困着我，之后回来就检查我屏幕使用时间。我看他屏幕使用时间，是因为他爱撒谎，嘴里没有一句实话。有一天我看他手机使用时间是8个小时，其中有3个小时在玩游戏。那么我请问，那5个小时你干啥呢？不是，我在家能干什么？我都被你困在家里了，我除了打游戏、刷短视频，我还能干些什么呢？不可能，你啥短视频你能刷5个小时？我看你就是跟女生聊天呢。你给交代一下，你那5个小时是只刷视频了，还是在视频里和别人聊天了？我就是在那刷视频，我还能干些什么呢？好吧。然后吧，从这事之后，他就限制我人身自由了。我有一次，我朋友过生日嘛，我提前跟他报备了，他可倒好，一个劲儿在那儿打电话。自己出去多长时间，你心里没数啊？我怎么就没数了？他是直接就杀过来了。我朋友在那儿聚会呢，生日聚会嘛，然后桌上就一个女生，然后我跟他也不太熟悉，他可倒好，他过来二话不说就找那个女生去了，跟人女生就吵吵起来了，还打人家。那是因为我在那给我男朋友打电话，我说你几点回来呀？那边那个女生不知道是喝多了还是挑衅我呢，他就说，哎呀，小张，你给谁打电话呢？他是谁呀？你不知道我是谁吗？我打车去，我就让你知道我是谁。你就敢过去打人了？对呀，小时候学过跆拳道，想打谁就打谁。俩女的打一块儿了。对，然后我们当时都懵了，指定得拦呢。然后他因为在那儿发疯不够，回家还继续跟我吵，说，哎，我为什么不帮他呀？我为啥要帮他？他太无理取闹了。对呀，你就是分不清哪头轻哪头重，我俩都打起来了，你不帮我揍他，还拍摁着我不让我打他，你护着他呀？你喜欢他？我喜欢他什么了？我当时就特别无语，我就实在受不了了，我就跟他提分手了。他可倒好，他直接跑窗台上了，他说啥要跳楼，不是真要跳，就想装装样子。这回可好，遇到类似事情，他就这样寻死觅活了。所以你说他是疯婆子，就从这儿来的是吧？对，打人，然后以死相要挟。是。还有其他惹你生气的事儿不？姑娘有，就虽然这次我俩和好了之后吧，他就是虽然人在我这儿，那个心都不知道飘哪儿去了啊！就包括我朋友婚礼上也是，人家那个新郎新娘在台上交换对戒呢，我说你别玩游戏了，你就玩游戏。你难道你不想跟我结婚吗？你不想咱俩以后也这样吗？你为啥这个场合也玩游戏呀？我去婚礼之前我都跟他说好了，我说那都是他朋友，我不太熟悉，我就接单子嘛，正好挣点钱打花。你打单子，你打多长时间呀？一直不理我，就连我下楼，我穿高跟鞋下楼嘛，然后我不小心崴脚了，我直接就坐地下了。我说，哎呀，你快点，你快扶我一下。他说，哎，你等会儿，我这还有30秒呢，马上打完了。你就是故意卡倒，我太了解你了，你这个人。哎，你冤枉我。当时有可多人都在围着嘛，摔倒，他就大喊大叫的。他可倒好，又摔上我手机了，直接把我手机摔地上了。那是因为咱俩能这样，你不服我，都是因为游戏惹的祸。我把手机摔了，他不就没法玩了吗？而且我俩在一起，一直就是属于是我追他，我喜欢他多一点，一直是我一个人在付出。出门旅游攻略都是我做，酒店机票都是我买，这个我都不跟他计较了，啥都干不明白。我让你给我拿个防晒霜，你能给我拿成驱蚊水；我让你给我拿个洗面奶，你给我拿成牙膏，你还能干明白啥呀？我俩出来旅游，他一个劲儿质问我，本来挺好心情，他让我质问我1回2回行，他一个劲儿质问我，谁能开心呢？这些事干不明白也就算了，然后我让他给我拍点照，也不给我好好拍，就拍那2张玩意儿。我觉得我拍的挺好的呀。你拍的哪好了？你拍的像鬼一样。哪里像鬼了？我这有证据，在哪块好了？剪影啊。我咋发朋友圈？这是背影吗？逆光。正面，这是正面，正面背面正面看不出来。还有这个，我喝多了，我坐大象上了，我说别拍，就拍，就是想让我丢人现眼。我就是想记录一下生活，光拍我丑照。反正照片拍的不好看，原因就是心不在焉哈。对，就是心不在焉。那这他不在你这儿，他去哪儿了呢？玩游戏呢？他当时你都不知道他啥状态，就因为我给他拍照没拍好，他说啥要跳海。我不就是想装样子，我看他能啥反应。哎，男生，这女孩还有什么比较极端的行为吗？他简直太极端了。他除了这个之后我们就是回去了嘛。他可倒好，他从以前就到现在像变了个人似的，开始对我上升到人身攻击了。可严重了！有一天晚上，我在那放了一首歌，本来挺开心的，我哼2句，他可倒好，二话不说给我一撇子。咋了呢？就给了1巴掌？我也不知道啊，当时他耍什么风啊？他听的是啥歌？你们知道吗？听的是他前女友社交账号里那个视频背景音乐。
我怎么知道是他的背景音乐呀？我又你怎么知道跟他不是他的背联系。景音乐？我总是能刷到他的账号，然后我没事就看。那你这非要听人家这背景音乐呢？没有啊，那个歌那么火，最近很火音乐，大家都在用啊，我怎么知道是不是他在用啊？而且他因为这个事儿，他跟个疯婆似的，他往死打我，我这都有证据的。啊，挠痕。我打完他之后，我也给他赔礼道歉，我也哄他了。我说他你多帅呀，长得还像鹿晗，还请他吃碗麻辣烫。那实际上是，哎，他和前女友还有联系吗？还有这个没有联系啊？他只是自我断定。没联系，他能听那首歌吗？那咱不知道。他就因为一首歌，他才这样式的。万一有呢？不承认呢？而且他那么哄我，以前还能有用，现在对我一点用都没有了。他上升到人身攻击了，他太过分了。你有实际的这种，就是觉得他心不在焉，或者是叫什么沾花惹草，跟别的女生聊天呀，或者接触，有实际的证据吗？也有。有一天晚上，我趁他睡着了看他手机，我一看有个女的跟他有2次通话记录，一次通话是好几个小时。他谁呀？那么能聊？那事儿我都跟他解释清楚了，那是我高中同学。我那个高中同学之前是做家教的，然后给我表弟补课嘛，效果还不错。然后前一阵子我姐就给我打电话了，说我表弟现在在初中，比较叛逆，然后最近补课效果不太好，想让我给他找以前那个补课老师。然后我就联系我高中同学了，他可倒好，在这埋怨上我俩了。联系你高中同学，让你联系，你不会把微信推给他，让他自己联系啊？是不是你家里人也喜欢你那个高中同学，想让你俩在一起？那你这还不得再把他手机给摔了？这次没摔，因为他一直在解释。然后吧，他有更过分的，更过分。有一天我下班早，他可能以为我加班，让那女的来家里了。我前脚到家，那女的后脚又进单元门了。我一看，这不高中同学吗？我拎起他脖领子，我就要削他。没等削他呢，他的好给我拽屋里，让他同学跑。不是，这女同学来家里干啥呢？那是我高中同学，我不是给他介绍工作吗？他想感谢我，然后我被他困在家里了，我也不好意思跟人家说，我就说我最近没时间，改天再请我吃饭嘛。他说这个我最近补课，今天不忙，然后我就想给你送点东西吧，要不就不想欠我人情啥的，然后他就送过来了。结果他下班回来，他看见人家说啥要打人家，当时可疯癫了，我就看着实在没办法，我就给他拽屋里了，关上了，要不不知道他能捅出什么幺蛾子。说明你喜欢他，你心疼他。我喜欢他什么了？姑娘，他要真喜欢别人，行不行呢？不行。那他这个人可以关在屋里边，的心有时候可关不住呀。最起码现在人在，心就算不在，心也跑不出去。你喜欢他啥呀，姑娘？我就是喜欢他长得高，然后长得是我喜欢的类型。哦，就皮囊好看。对。所以心在哪儿也不重要，皮囊在我身边就行。对。家庭暴力这事儿，你小时候见过吗？没有，我是第一代。你们这准备传下去，我会传下去。你们这亲朋好友知道你俩谈恋爱吗？知道啊，这都闹生日上去了，能不知道吗？他就没事就检查我手机，检查我手机啥的，检查我手机我就不说啥了，他还删我好友，给我亲戚朋友啥都删了。然后有一天我表妹给我打电话，说我被人恐吓了，哥。我寻谁？我这一看，原来是他呀！我恐吓他表妹，那都有原因的。他表妹跟他说话不正常。他表妹说：“哥哥想你了，哥哥你在干嘛？什么时候能见面啊？我最近不方便，过一段时间吧。咋的？咋还不方便？你让谁困住了？”在他眼里，所有女性都是假想敌。我跟我表妹能有什么关系？表妹呀，表妹说话不正常。什么叫哥哥想你了？你就哥就行了呗，还哥哥呀？那就哥呗，还哥哥。他怎么说话都要你管啊？我看着不爽，我真不想跟他继续下去了。然后他动不动以死相逼，我现在可害怕了。我希望老师们啊劝劝他吧。我希望老师们也能劝劝他，因为他跟我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特别好，现在咱也不知道他咋的了，心不在焉的。我希望老师劝劝他别跟我分手，能继续跟我在一起。你们两个一个22岁，一个27岁，对吗？女孩子还是大几岁的哈。哎，谈了1年的恋爱就谈成这样。你们2位年龄相当吗？我跟女主角年龄相当。就比男生大一些哈。对，我觉得在这段关系当中，我能理解女孩子对男孩子的这种爱，但是我觉得这种爱太过于过头了，就是让男生已经喘不过气了。我还是第一次在爱情保卫战听到男生咬牙切齿地称对方是疯婆子。你把自己称为笼中鸟，笼子是关不住你的，为什么不飞走呢？我也不明白。女生说这个男生这不好那也不好，那为什么不让他飞走呢？我明白，
你怕失去他，所以你极端。但是你越极端越会失去他，而且你的行为不可理喻。这个男生，您说他和异性暧昧，我武断地说一句，在您如此的高压下，他有这个胆量吗？所以你们这一段爱情，我认为真的相互之间应该放过对方。我们明白你对爱的挣扎，我也看到了，你比他大5岁，你内心的那种自卑、不自信，但你完全可以去找一个比你大5岁的呀。我就喜欢小鲜肉。你就喜欢小鲜肉，那就要讹上他了吗？对。凭什么呢？因为我爱他。你爱他就可以了，他现在不爱你了，所以男生没有其他路可走，挺直自己的腰杆和和气气和他说一声再见。姑娘，其实当你能在一段关系当中这么歇斯底里的时候，其实你无非是希望你所有的付出能够被他看到。但是当你已经期待在2个人的关系当中被看见的时候，我是很想告诉你，这段关系一点都没有带给你任何滋养。一段对你没有任何滋养的关系，你不会很好的去盛放，你反而会很快的就枯萎掉。我在我们家庭暴力是头一代，你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觉得你处理问题的时候，你可能真的就是喜欢那种简单直接很直白的这种很清澈的关系。但是这是你处理问题的方法，这也恰巧是他吸引你的理由，因为他没有成熟男性的那种稳重、成熟和缜密，他的简单和他的直接是吸引你的这一点。但是姑娘，你一定要记住，在一段亲密关系里，他是需要那个被呵护的人，他给不了很多东西。但是你不仅仅需要宠着，咱就说在这段关系当中，你又想当女王，你又想当个少女，这2件事情怎么能够很好的合二为一？除非他的角色也能够很好的和你匹敌的达成你想要的东西，但是他明显给不了你，甚至他现在躲你。他最典型的一点是他怕你，因为你给他的这种特别强烈的感受，对他而言他扛不住了。但是姑娘，这段关系对于你来说，他不能够很好的让你成为一个幸福的人，那你为什么要在一段关系当中把自己绑在这儿？我就是有自信，他就是肯定会爱我的。你有这个自信，认为他肯定会爱你。对。那你决定等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忍啊。姑娘，你知道吗？在一段爱情当中啊，我能够明白你说他一定将来会爱我的这种期待，特别纯粹的感情哈。但是这特别纯粹的感情都是你单方面一个人在牺牲。如果他始终没有和你一起在一段关系当中彼此付出和牺牲的话，这个事情等不到。你俩就玩一个游戏呗，他跑他追啊，对，他跑他追，他打他挡，他困他逃，反正就玩的不亦乐乎，那就继续玩呗。游戏嘛，有开始的时候，有最激烈的时候，有结束的时候。男生你也别说我怕他寻死觅活呀，你乐在其中。你看到一个比你年长的，用他的话说有几分姿色的，很愿意照顾你的，还给你花钱的，提供情绪价值的这么一个女生，为你所谓爱的天昏地暗，这个风里风气是吧，都变成疯婆子了，你也很爽啊。所以男生，我觉得你不要在这儿委委屈屈就一直抱怨说啊，他打我，他这样我那样我。你们俩在这个事情当中其实是势均力敌，谁也没比谁做得更差，都不好。你们之间的关系很简单，就是个游戏关系。女生也一样，你也别说你多爱他，你在这场游戏当中，你就享受的是一个比你年纪小的漂亮男孩在你的不断的威胁、殴打啊，以及言语攻击、控制等等这种相互刺激下，你感受到了你的绽放。别谈爱啊！你们说爱就有点不尊重爱这个词儿，咱就玩到什么觉得累了，什么时候就散。但我劝2位一句，大好的青春可以浪费在这种追求刺激、追求所谓的这种
啊，你们这种游戏当中，但是别忘了我们生而为人，每个人的使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要让自己的使命就变成一团烂泥、一团乱麻。我们明明可以有更好的使命，去探索人生，去享受人生，而不是这么污糟的天天在一起打来打去。我反正看的时候，我觉得挺乐的，因为男孩形容枯槁，女孩呢活的是永远是少女，仿佛一个人的元气已经被另一个人吸干了。我觉得再这么下去的话，你恐怕连现在的形容枯槁都没有了。行尸走肉是未来的你的方向。对于女孩哈，像你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是我们这一些写书的人，我写小说的嘛，是最喜欢的。为什么呢？因为形象鲜明，特别好写。但是我们一般都只会把你们放在女二号，女二号一般都是属于邪恶的。然后邪恶女二号呢，往往得不到丰盈的大结局，既得不到男主的爱，也得不到所有的这一个读者的尊重和理解，只觉得她形象鲜明，仅此而已。但是这个女孩之所以越演越烈，全部都来自于你的软弱和你的迁就。她第一次让你觉得这个人有一点不可理喻的时候，你没有选择说我们分手，而是选择既然被辞了职了，我就住到他家里去吧，我就吃他的住他的，我就还认同了他跑到我单位闹，害得我没工作的这种行为吧。你就通过自己的妥协，一步一步的成了这个女孩手中的提线木偶啊。但是你又不够听话，你听话一点，她也就好好提你了，你也就不挨打了。要不咱改改，顺从点儿，让你拍照下次腿要拍长，让你拍正脸记得面前要打光。他想往海里跳的时候，你就告诉他我陪你，你跳我也跳，然后拉着他一起往海里跑，这样不就完活了吗？你女朋友也不生气了，对吧？你们俩可以一起在海里遨游。如果不顺从的话，你就想想屏幕外头还有一双叫妈妈的眼睛看着你的时候会怎么想。你都没有想过，你被一个女孩这样对待的时候，你妈心不心疼？你自己把自己糟践成这个样子，你对得起谁？是不是个奇耻男儿？最后再说一句，女孩哈，狼来了的故事你也是听得多了，动不动以死亡做威胁的作死的人必有一死，死还来得比较早，想作多作，等着那一报来得早一点。两位有两种爱情模式，你看你们喜欢哪种？一种是牢笼锁爱鸟，一种是清风半远帆。这个牢笼锁住了爱鸟，这个牢笼它是冰冷的，不近人情的。那是你吗，女孩？那是你想成为的样子吗？那只鸟为什么出不去？不是它不想出去，而是它不出去，它能得到食物，免费的滋养。但如果一旦这只鸟它长大了，甚至于它有可能变成鹰，那这个笼子还锁得住它吗？不是笼破，就是鸟死。那笼子到底是爱这个鸟，还是喜欢这只鸟在它的掌控当中呢？我认为这个笼子更喜欢自己，它不在乎别人任何人的看法，它也不在乎这只鸟心里怎么想。当然此时此刻这只鸟可能觉得还挺舒服，不让我出去我就不出去，因为我可以吃的，我可以在这打游戏，我可以在这刷屏。但有一天如果一旦它觉醒了，天空才是我的家的时候怎么办？清风给到帆是助力，它本身也很自由。那只鸟失去了自由的同时，这个笼子它也只能在那里，它也不可能去变大，也不可能成长。你终有一天会成长的。你愿意做清风还是做牢笼？你愿意被人家喜爱还是被人家害怕？思考吧，姑娘。最后一句话送给你们两个人：痛到极致方知收敛，栽到谷底才懂仰望。如果你们现在还不醒悟，只是还不够疼，还没有成熟长大，就这样。好，带着老师的思考啊，想想你们接下来的打算，好吧？我们请两组嘉宾交换位置。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谢先生28岁，来自成都，销售；徐女士27岁，来自湖南，自由职业。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如何评价对方？他太粘人了，总想控制我，从来不体谅我的难处，还要说是为了我好。他就是一点儿都不在乎我，
明明是自己的问题，还要把过错都推到我的身上。感情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就是个妈宝，一点自己的主见都没有。他对我的家里人连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眼里只有他自己。你希望对方怎么做？别总把我的话上纲上线，少说教我。不要总是逃避问题，好好沟通，不然真的会把我逼疯的。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祝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哎呀，这又一个快疯的哈！主要就是自从结婚以后，我就越来越觉得他很多时候都只考虑自己的感受，而且很多时候都一直就把手机盯着，无论我们俩在做什么，无论是在吃饭还是在逛街，都能一直看着手机。我就不理解那个手机有那么重要吗？我明明就给他解释过了，就有一次嘛是结婚纪念日嘛，但是那天确实是有很重要的事情。我提前1个月我精心准备了礼物，然后我本来就不会做饭的人，而且我还特意去菜市场，我买了很多他爱吃的菜，我跟着手机做了一顿烛光晚餐，我就想等着他回来了过后看他开心的样子。结果他倒好，回来了吃饭的过程中全程就盯着手机。那是客户，很重要的一个客户，那多重要的客户需要一直看着手机啊？那处理一下完了，过一会儿再处理不行吗？但是客户就那个时间，就那个时候有时间啊，我就要那个时候处理啊。那你不知道那天是什么日子吗？那么重要的日子，我准备了那么久。但是我说了这个事情啊，你爱听就听，不爱听就算了，好吧？你这个态度不好。他每次都是这样，一说到什么，一要沟通什么问题，他就这种态度。自打这件事情过后，他就一定要让我把那个定位打开，然后24小时更新。但是有的时候那个定位吧，它不是我的问题，就是如果说我在某一个地方我不动的话，它那个定位是不会更新的。那有一次我就跟我朋友出去玩嘛，他倒好，他直接就先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你在哪儿啊？跟谁呀？跟谁在一起？吃什么？干什么？好，我也给他说了一遍。好，没有事儿了。过了10多20分钟，又开始打一个视频。他就是过10多20分钟，他就给你打个电话，打个视频。那我还不是关心你吗？我还不是在意你吗？那样。你那个叫监控我好吗？然后那天我就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直接把我的那个手机就关静音了嘛。人家可倒好，直接就跑过来在餐厅了。当时我那么多朋友在那儿，当着我朋友们就开始说我，你为什么要关定位？为什么不接我电话？那本来就是呀，我打了那么多个电话，10多20个电话都不接，那我作为她的丈夫，我肯定是要很担心她的安全呀。我是在跟我朋友玩，你没有朋友吗？难道？那我觉得2个人在一起就是应该把对方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上呀，给对方安全感呀。那比如说结婚之前，我也经常跟朋友一起3天一小聚，5天一大聚的。可他倒好，一回去他就说怎么回来这么晚，所以我就直接切断我所有的社交圈子。你自己断你的交是我的问题吗？他每次他出去跟他朋友，他说什么啊？我老婆不愿意我跟你们玩，我老婆不想我出去玩。男人不要面子的吗？那我肯定得那你不要把这个屎盆子扣我头上好吧？这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有一次就是我跟我闺蜜，她过生日，人家过生日1年就1次，对吧？然后那天我就给她提前讲了，我要出去玩。当时我闺蜜就说：“哎，我们去吃完饭去唱个歌嘛。”我觉得这很正常啊，我马上就给她报备了。人可倒好，马上就翻脸了，她直接说不行。一说到这个事儿，我就觉得我很生气，很不可理解。3个女孩子在一起聚会，玩到半夜2、3点，甚至突然说玩通宵。最过分的是什么？最过分，他们居然带了2个3岁的小朋友。那很正常啊。他们都是没有老公、没有家庭的吗？人家有老公啊，人家老公同意啊，人家那天过生日啊。那个小孩是谁的？他们2个朋友的。他俩朋友1人1个，都是3岁。而且我还有个缺点是，我觉得他的这些朋友既然都能做到这样，那证明他们老公也不是什么负责任的人呀。那证明他这个朋友也不是什么好主啊，对吧？我觉得根本就没有再交往下去的必要了呀。那天最后是玩到几点？怎么收场的？这是就2、3点啊，他就给我打了个视频，他说你今天不回来，我今天就不会睡觉。那你明天早上我要是早上上班，那我路上能睡着吗？你没回来。他说我路上出点啥事，他说是不是我的原因？那怎么就怪我的呢？我让你不睡的吗？那我能睡着吗？我如果不爱你的话，我不在意你的话，那我还不会关心别人呢。我睡得可香了，那我还不粘别人呢？看他就是粘人，粘人有什么不好？粘人，他抓到一个什么事情，他就上纲上线，就一直讲；抓到我的某一件事或某一个字眼，他就会一直无限放大。他这样叨说你哈。大家能说多长时间啊？我就说一件很小的一件事情嘛，就有一次呢，他是有一天晚上，他让我说，哎，买个牙膏回去嘛。然后那次我确实是忘了这个事儿了，因为那天下班比较晚，回去过后他上升那个层次了。他说你什么啊？你记性差，我就不说你什么了。
你怎么能连买牙膏这么一件小事儿，他说你都能忘呢？他说你就是对家庭不上心。那如果你对家庭上心的话，你会忘了这些事情吗？你根本就不会忘了这些事情啊，你就是对家庭不上心啊。那一些小事我忘了很正常，而且家里面所有大事小事，难道不都是我在做吗？你做过吗？我怎么没有做过呀？他根本就没有做过，好吧？每次都是，如果我叫他做的话，他根本就不会做，而且他情绪还极其不稳定。那有一次，那天晚上他喝了点酒，然后呢，他就跟我俩聊天儿，那么晚了，他还跟我俩聊天儿，第二天都得上班。我说你别说了，我不想跟你俩讲。他还生气了，当时我俩就吵起来了。吵起来过后，我刚买的一个小风扇，他给我摔了，给我摔个稀巴烂。最后人家怎么样？人家出去龙泉山看日出去了，把我一个人扔家里边，人家看了个通宵回来。那我肯定很生气啊！我那么难受，既然你给不了我情绪价值，你沟通不了，那我们俩待在一起也会吵架，我内心也很难受啊。他有考虑过我吗？那我只能自己出去啊。老师，你看他是不是嘚，他就一直在那嘚，而且就经常都是因为这种小事吵架。那天晚上也是吃完晚饭8、9点钟就开始跟我俩吵到凌晨4、5点钟，他还跟我俩吵，直接给我吵崩溃了。然后第二天我工作回来，他还要问昨天那件事情，你觉得你错了没有？本来就是他就一定要让我认那个错，他必须要认错。你不要再说了，他就必须要让我认那个错才行。而且第二天我工作的时候，不断的给我打电话、发微信、打视频，我真的很无语。而且这个事情我有聊天记录的，视频2个未接，啥子意思？这是四川话。他说你忙完了，不管怎么，你该回复还是回复一下。我说你就各忙各的呀，那都在工作。然后当时确实我都要再用手机了，我就把他手机把电话给他拉黑了。当时我还把那个定位我也给他关了，如果我不关定位的话，他肯定会跑过来。我天呀，我看的头都疼啊！对呀，他就这样。不是，对呀，这个就是我们结婚之前，然后遇到一个什么事情，他就给你写作文，每次都这样。厉害！那本来就是啊，遇到问题肯定要解决问题啊。那当下吵架的时候不解决可以啊，那过后你也要解决呀。可了不得。那他发的这么长小作文，你回复了个什么呀？没回。哎呀，太多了。对啊，他每次都是这样子，我那么用心。太多了，没他那么话多，我根本就说不了。对，他那种情况，我生气的时候我根本就不想说。对啊，你们看到他有多冷漠了吧？就我无论跟他说什么，说再多，他连回个字儿都不愿意回。哎，他是挺冷漠的。对啊，而且他对我冷漠都算了，我都不说了。他对我的家人还特别冷漠，这个是我特别受不了的。怎么冷漠了呀？就比如说每次我们只要一说到回家这件事儿，因为我们工作是在市区，然后我们回家的话，其实开车也只要1个小时左右。每次只要谈到回家这件事儿，他就找各种理由拒绝。甚至有一次，明明我们都已经说好了要回家，结果临到了那天，他给我来一句啊，我今天有工作回不去了。其实我心里很清楚，他就是为了不想回去。有一次回去，我爸妈提前很多天就知道我们要回去，可高兴了。我妈妈提前问我，她都喜欢吃什么呀？全部一大桌子菜全都准备的她爱吃的。然后回去过后吃饭的过程中，我妈妈一直给她夹菜，然后问她身体好不好呀？最近工作累不累呀？之类的。她可倒好，全程就盯着那个手机，问她啥她就哦，搞得我妈妈私下都来问我，她是不是对我们2老有什么意见？说实话，我听到这些，我觉得我的内心就像针扎一样。因为我是这样的，我从小就比较独立嘛，是说白了，我回他们家比回我家都还勤。而且的话呢，我跟父母相处的话，我觉得那个是我的正常的一个状态。如果说父母突然对我特别关心或怎么样，我可能觉得会有一点不自在，因为那个是你的父母，你搞清楚，他们从小跟你一起长大。那些我觉得都是他的借口，其实就是因为他就是一个很冷血、很没有感情、很没有温度的人。我没有觉得我冷血呀。那既然都回去了，你为什么不能在意一下父母的感受呢？为什么永远只在意自己的舒适区呢？既然那么难得回去一次，你肯定要在意父母的感受呀。他们那么热情给你夹菜，你不应该给他们回应一些热情吗？装也要装一下呀，我觉得。我怎么装呀？我觉得那个就是我的舒适区呀。而且你每次回去，你确定你是想陪父母吗？你不更多的是想跟你那些兄弟姐妹喝酒打牌吗？那我为什么想跟他们一起玩，你还不知道吗？我还不都是为了他吗？因为他，我把我自己所有的社交圈子、我的朋友，我全都没要了。每个人工作之余都需要调节吧，都需要娱乐吧，那我只能选择回去跟我的家里边的兄弟姐妹一起玩啊，这样子他不能说啥了吧？你不要搞笑好吧？不要说是为了我 ，OK？ 那个是你自己的原因，你自己断交的好吗？那我回去我是在干什么呢？我当陪客，我当滴滴司机。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每一次回去，每次喝完酒，我还得送他去那个牌桌上打牌。他一坐就是坐到凌晨2、3点，我还得陪到凌晨2、3点。那每一次那个时候我能干嘛？我也只能玩手机。那个时候你怎么不说我只会玩手机呢？那你咋不说平时呢？平时你想吃什么？想去哪儿玩？想做一件什么事情？
即使那件事情不是我喜欢的，不是我爱吃的，我不全都依着你吗？我为什么有的时候不愿意他去玩？他有的时候消费，我跟你讲可夸张了。但有一次我就没有跟他去，他回来我问他，我说，哎，你今天花多少钱？人家轻飘飘的一句，哎，2000多还好。我当时一下我就给我气懵了，我说什么玩意儿2000多？人家说什么？他说，哎呀，那瓶酒已经很便宜了。我平时也不是经常那样子消费啊。那一个男人在外边，你有些特定的场合、特定的人，那该消费的时候就消费呀。那你该消费的时候你消费，你花到正道上，我不说什么。不是，那整体来讲呢，他消费啊各方面符合你的价值观吗？不符合。之前谈恋爱的时候觉得还好，可能觉得他还大方。结婚了过后，你柴米油盐你不得考虑呀？那你咋不说你每天都在买衣服呢？穿得了那么多衣服吗？那怎么穿不了啊？那女孩子衣柜永远差一件衣服，那怎么穿不了啊？那你要是说你要这个消费的话，这个就要说到我们当时结婚之前说买房子这个事儿了。当时结婚之前我俩就说好了，就说我俩就买一个小的吧，就在我们市区嘛。因为他们家的话呢是拆了迁的，但是分的房子呢是在郊区。那如果说我们在郊区到我们工作的话呢就比较远，要1个小时开车。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市区的话呢，就10多20分钟，通勤比较方便。当时我就说，我说那我们就买个房子，买一个小的嘛，我又不要求大的，而且我又没有要求说全款，我说给个首付就好了嘛。我以为他给父母讲过这个事情，人家压根没讲，人家随口就答应我了，这倒好。我结完婚过后，当时其实我已经看好了一个小房子了。最后人家跟我说，哎，缓一下，暂时先不买了。说父母觉得那个房子又小又贵又不划算。那我妈妈也说了呀，我们俩现在工作都不稳定。那如果现在买了，那要是我们不在那儿了，那怎么办了？本来我们两边都是有房子的，那有房子住，为什么非得就要去买一个房子呢？现在压力都那么大，为什么非得要搞那么大压力了？而且也没有说就不买，只是说先缓缓而已。那人家那些买了房的不活了吗？那他们刚需啊，他们刚需必须要买啊。你不要，稍等一下啊，你们俩在家就吵到半夜4、5点，就是这么个吵法。他平时就很冷淡。哦，那还好点儿，要这么吵但那样我更难受啊！更难受，还不吵。对，那你说话就像还好。今天这样的和你吵，我就像自己每次跟他一沟通，他就是完全不沟通那种。那今天你俩吵了这么长时间了，好像也没解决啥问题吧？那不就找老师们帮忙吗？每次都是这个样子的。哎，我知道了。这个还有什么生活中你们觉得很头疼的矛盾吗？有啊，他这种大事要跟父母说，小事他也要跟父母讲啊。你说的妈宝男是吧？他就是妈宝啊，他非得不承认，他觉得他是尊重父母。本来就是啊。那我们俩结完婚过后，我说我想去海边，人可倒好，跟父母讲了，父母一句，哎呀，现在太冷了，你可以缓一下去再去嘛。结果给我缓了小半年我才去成。那当时我们结婚的时候那么冷，成都，他当时闹着要去海南，我妈妈就说，那你们突然从那么冷的地方去到一个那么热的地方，那要是突然过去生病了怎么办呀？你们现在刚结婚对吧？那妈妈还不是为了我们俩身体好，关心你吗？我们不是在市区租了一个那个房子嘛，然后我搬进去的时候，那个房子它制冷就不是很好，我就给他说，我说你把那个给房东说一下，把那个空调弄一下。人家可倒好，又跟家里面讲了，然后父母怎么说？哎呀，你们自己花点钱弄了就行了呗，就不用再去麻烦房东了。我凭什么要自己花钱呢？而且还有一件事情也让我很无语，就之前我们俩也是出去吃饭嘛，他说你今天晚上吃什么？我就想吃个水煮鱼呗。人家说什么？哎，他说我妈也喜欢吃水煮鱼，他说要不然这样过2天回家再吃。永远只会考虑自己，明明我们过2天就要回去，那爸妈都喜欢吃水煮鱼，那怎么就不能等着回去一起吃呢？而且又隔得不久，那我也是考虑他呀，我也想让他换个口味啊。那当天我们吃点别的不行吗？就非得要当天吃水煮鱼吗？我就非得要当天吃不会腻吗？觉得我就不会腻。你们结婚也1年了，也是适龄啊，有考虑过生育吗？考虑过呀，之前我也是说的是，我说是2年之后嘛，现在他爸妈就开始催了。那我严重怀疑是不是你妈的意思。我当时对他的很简单的一个要求，戒烟戒酒，最开始坚持了半个月，可以没有问题。回去又跟他的一些兄弟姐妹吃上喝上又抽上了。他永远都是拿抽烟喝酒、戒烟戒酒这个事情来当借口，其实就不愿意现在生。对，是你自己的原因，你多多找找自己的问题。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啊，这个小谢、小徐，你们今天来是干啥的？我就想解决问题啊，我完全现在就是不知道这段婚姻到底要不要继续，因为现在还没有生小孩嘛。如果实在是不行的话，那就算了呗。我就觉得，我就想解决，让大家看看这种方式是沟通的方式吗？每次一沟通就这种感觉，这种样子，那能沟通吗？问你们俩一个问题啊，两个人性格不一样，对沟通方式的选择方法不一样，能不能在一起磨合、长期相处？当然可以啊，而且说白了，我跟他平时跟他讲那些道理，那是你向他靠拢，还是他向你靠拢？你少说点，
还是他多说点儿？我可以少说点，但他至少他也要说呀，也不能那么消极的态度呀。但是我不高兴的时候，我就不愿意说。你们俩听着他俩累不？累。这除了不动手，我觉得比你们还累。我挺羡慕这哥的，他还能找情绪价值呢，我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了。我挺共情这位男士的，我觉得我俩性格还挺像的吧，就都没啥安全感，都挺粘人的。我俩可不像，我俩有本质上的区别，你可别往我身上贴。谁往你身上贴？我可没动手啊。我对象不比你帅多了。他的意思是说你俩都很爱对方，很紧密，他是在夸你的这种模式，是这意思吧？是。你看你也不近人情，听不懂好赖。确实，我们也看到了，面对你如此的激情热情，妻子显现的是冷漠。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妻子为什么冷漠冷淡呢？因为你希望的回应一定是你想要的回应，如果得不到，你会喋喋不休。另外，你也承认，作为丈夫，我确实粘人呢，但你没有看到你这样的粘人，同时又是一种控制欲嘛，又是一种占有欲嘛。我担心再这样下去，他不仅仅是冷漠冷淡，他迟早会崩溃的。你想要这个结果吗？结婚不久，问题已经暴露了。作为丈夫，我希望你更多的反思自己，没有几个妻子受得了的。我先问一问女生，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独立的？27。为什么要这么独立呢？因为我从小跟爷爷奶奶长大的。爸爸妈妈呢？爸爸妈妈在工作，就是我们不在一个地方。你是属于留守吗？对。姑娘，我觉得今天之所以表现出来这个样子，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一点一滴养成的习惯。你不是从27岁开始才独立的，你是从很小的时候，你觉得没有什么人能够理解你的时候，你也不想多表达的时候，那一刻开始，你就已经认为沟通对于你而言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想干什么，自己能不能做成。对啊。但是他在自己的家庭当中，这个家庭关系对他而言是不能缺少的，但对于你来说是可有可无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两个人对于亲密关系的诉求自然是不一样的。我们确实会在生活当中会因为不一样的人被吸引，但是但凡能够走一辈子的人，大多数的都是相似的人。所以摆在这儿，你们一定是希望这一辈子可以按照你们希望的那个幸福的样子走下去的。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怎么去修补我们后来的沟通和关系，这个才是今天站在这里的主要目的。那么你说一段好的健康的关系是什么？一段好的关系其实是会让一个人形成自我扩张的，就是我因为遇见了你，我见到了更大的世界，我拥有了更多的可能，我变成了更好的自己。你们两个人走到一起的初衷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比以前好，但是现在却努力的把它扣在了你的玻璃罩里，说你不行，你跟我在一起之后，你只能在这个罩里活动。我们不是说爱情这个东西说消失就消失掉了，爱情是可以贯穿婚姻始终的，是我们消磨掉了想爱的那个心劲儿。本来他就没有学会如何去表达爱一个人，在他的原生家庭当中，他自己的事情都自己做主，他不需要去过多的爱谁，他没有学会这些东西。但是你给他扣上的这些要求的条条框框，让他对这个东西更加的疏远了。在你们未来的关系当中，我觉得唯一能够让你们的这段关系，就像我说，能够走到白头偕老的一种方式，就彼此让对方变得更相似。你要知道他的感受，给他回应。那么从你的角度呢，他要回应的时候给他回应，而不是看你的心情。你的心情是你只关注自己高兴不高兴，这是你原生家庭带给你的习惯。但是你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你还要关注他有没有不高兴，这是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需要学习的技能。两个人能够走在一起，肯定是有感情的基础的，肯定是有彼此的吸引的。为什么在一起走着走着就越来越不舒服啊？固然有每个人个性的不一样和相处模式的问题、沟通的问题，但我真的始终认为，婚姻能够长久保持愉悦和谐，有一个最大的成分，就是爱。不是说爱可以克服万难啊，
但是爱至少可以克服很多我们婚姻当中遇到的小风小雨。你俩还啥都没有遇到呢，真给你发生一个什么大事儿更完了。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其实我们都没有认真的用心的去爱对方，我们都只爱自己。所以我觉得调整真的是要开始。不调整你们的婚姻，我觉得也别想着生孩子，生完孩子更是一团糟。你说，哎呀，小孩就应该上培训班，他说不对，小孩就应该去田野里跑，完了，那更是鸡飞狗跳。这还只是涉及你俩那点小事儿，就一件事儿都合不拢，你们再出点大事儿，或者再遇到点更复杂的情况，这日子咋过呀？女生，咱新婚也不想离，对吧？实在过不下去就离呗。你看，就都是坚持自我嘛。男生，咱新婚也不想老吵得鸡飞狗跳吧？对，我的建议也挺简单的，新婚我不建议离，大家还有改进的空间。女生能不能多拿出一点点热情来？如果你还在意这份感情，在意这份婚姻，这是你自己要思考的问题啊。你说他需要，对不起，我也做不到，那没问题，那咱就散，是吧？男生同样的问题也问给你，可不可以少一些什么，刚才说什么定位共享，我都没听过，谁要跟我定位，我还跟你，我心里坦荡用你监视吗？可不可以把那些什么软件卸载了？可不可以给他更多的自由的空间？可不可以从此以后戒了那小作文？所以你俩很简单，就思考一个问题：我不喜欢，但他需要，我能不能满足他的需要？我能不能做到？不能，咱就才1年嘛，也没孩子，就散了吧。顺着杨老师的话往下说，我不建议你去满足他哈，因为他的需要是欲壑难平，你填不满他的需要。然后男孩你也管不住自己的付出的，就无论你明明知道他要的不多，但是你就想给呀，你就是想不停地往他那儿塞过去你的爱意，你的爱你控制不住。有一个绘本啊，叫《失落的一角》，讲的是一个圆，他没有一个小角角，这个圆就上路了，他认为他自己需要那个角。你们2个人哈，也就像以为是一个圆找到了一个角，但是要命的是，你们是2个缺一角的圆。明白这个意思吗？谁都塞不进对方那个角角里，你们每个人其实只差一角。你们最大的问题不是各自，而是你们就不合适。分开了以后，各自找各自那一角，因为2个人没有办法硬塞进去，强扭的瓜填不了，分手。刚结婚1年，我倒是不劝分，但是确实很难啊。你们迟早会离的，今天不离，迟早会离。你们今天一定选择彼此出来，我也知道你们一定会这么选择，因为新婚嘛，都认为我们可以靠时间慢慢的磨平我们自己个儿。我就问你们，你们谁愿意憋屈下去，成为那个小角？如果没有一个人愿意说我愿意憋屈下去，成为那个小角，我愿意无条件的滋养我的另一半，如果没有一个人做得到这个的话，迟早有一天所以绷不住的，还是不够一定会离，既不够爱又不很适合，就不适合，一定会离。那赶紧这让你们在一起的重任交给我了啊！对对对，这个是这样，我敢笃定的认为，男生你现在事业低谷，很不顺心，是还是不是？是，因为你为了这段情感，或者说为了逃避你现在的压力，你产生了更多的情感需求。我不相信一个有事业心，并且现在正走上坡路的28岁的男人，能为了家里这点事儿断了社交。您的意思就是他是闲的？他没断，他不是闲的，他还在跟朋友喝2000块钱，花了2000更说明问题。我就在说这事儿了，你明明现在事业遇到低谷，你明明现在你们的钱都不够买那个房的时候，你居然花2000块钱消费，你冲什么大头啊你？你有那个发几个千字文的那个功夫，你有24小时盯着自己老婆那功夫，你干点正事儿好不好？现在你老婆就觉得你不行，你是做销售的呀，在我的理解，你应该比你老婆要忙啊。人家都有自己重要的客户回答，你没有，所以你很虚。所以眼巴前你现在应该把关注点呀收回来，关注在自己身上。你老婆明显是一个很独立的人，她对你现在不做正事儿已经不满意了。你不断的在用你的闲暇时间去占据人家的稀少的时间，你给错了，你不懂他现在要什么，好好把精力放在自己身上。如果一个人的空虚是要别人来填补的话，迟早那个人会离开你。你眼巴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自己的收入提高，赶紧做点正事儿吧。女生啊，
他现在不是你最重要的事儿。你最重要的事儿，你可能有自己的业务，有自己的独立性，这个不可否定。但我不认同你说，你如果他的父母你都不尊重的话，没有礼貌的话，那是你的教养问题，不是说你自己我要独自，我现在就是很独立的，那不是独立，那是你认为这件事不重要，这个人不重要。那个客户你一直在看他的微信啊，你一直在跟他沟通啊。即使你的另一半精心给你准备的仪式你都不管的，因为那个客户重要。如果那客户问你吃点什么，你一定会很热情的回复的，对吗？他可能在很多点上没有满足你的需求，但他有一点我们任何人都看得很清楚，这个男人很爱你。这种人你要是丢失掉了，不知道珍惜的话，你后悔去了。眼前你们可能遇到了经济上或遇到了很多的现实的压力，但没关系，两个人一起好好的沟通，不能选择冷漠去逃避这个问题。尤其是他在低谷的时候，多给一些鼓励，而不是冷漠。好，带着老师们的建议啊，请两组嘉宾回到门后，看看你们最终的选择是怎样。来，请回到门后，请回。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视频号，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导师会来到直播间，为您的情感来答疑解惑，还有机会连麦互动。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嘉宾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请开门。我觉得他们应该不出，不能不出来了哈。对，挺好的。所以停止这种不健康的情感关系，才是通向快乐的道路啊。那第二组这个新婚夫妻，他们会怎样呢？他们肯定会出来吧？这个会出来，但是这位丈夫真的有问题，非要对方承认是错的。对，他赢了又怎么了呢？所以他在事业上找不到自己的存在价值了。他主要是只能在刚刚那个曲伟老师说他在事业的低谷期，在我看来他都没高谷过，没高峰过，他可能追求也不志不在此。如果我认同米娜老师说的，如果这一个丈夫不做改变，婚姻长不了的。所以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啊，也可以通过登录微信来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来和我们取得联系。记得啊，我们不收取任何报名费，小心上当。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嘉宾他们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请开门。我想出来了。对呀，毕竟新婚了啊，就是会被逼疯的呀。哎。守着这么一个漂亮老婆的男人，压力是挺大的。不是，其实他俩站在这儿是一对璧人。你有没有发现妻子第一次笑了真的很美？因为刚刚下去他说他改一下，他改什么呀？他就说他以后少说一点啊，然后多考虑一下我的感受，然后多顾及一下我的那些。那你能也顾及一下他的感受吗？我也可以。我认为是相互的。首先他改，你一定会改。我坚定的认为你会改。下次结婚纪念日，他做一顿烛光晚餐，你买一些礼物，也考虑一下他的感情需求，好不好？我觉得他是需要改，但是你是需要学，对，不一样。改进着讲啊，你们是夫妻呀，所以任何事情，哪怕妻子错了，又怎么了呢？非让他承认错，说服他承认错，你赢了，难道就有成就感了？好，我补一句哈，姑娘，给你的最后一句提醒，他这一次承诺的会改，如果没改的话，请果断离婚，不要给第二次机会了。美好发生怎能不看？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时刻。至少拥抱的时候，还是能感受到彼此爱的心跳的。好了，请亮灯。不管
我们给你们什么样的建议？希望你们记住刚才拥抱的时候那种爱的心跳的互动声，也希望你们能牵手一直走下去，好吧？祝福你们，加油啦！再见，拜拜。也感谢老师们的分享，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